事实一，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，部分业务有往来。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，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，叫做大都西山。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，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。客观事实二，万海案宣判之后，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，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，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，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。事实三，万海案宣判没多久，你又见了一次万海。你要找他干啥？咱再说回来，谢鸿飞检察官，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，跟我讲法律、讲公平、讲正义。我想讲的是啥呀？后来搞明白了，交换吗？只要我认罪伏法，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，互惠互利呀。回法。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？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，系统里有人帮你，中间有人牵线，有人出钱，有人出力。你要等我们查出来，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。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，没准我走了啊。那你见王玉是干什么？哎，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？就是说，万海案宣判之后，你觉得心里面也不那么踏实，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，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，重新复盘一下，是这意思吗？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？还是没结果的？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？越是到这个时候，你可越要想清楚，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，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？但我这次觉得，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，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。王亮，你是说这么一大圈，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，但是我请你，我拜托你小心求证，请你拿出证据来。如果你没有证据，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。李仁俊，你不老实啊！我们现在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，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，你能够坦诚，你能够知无不言。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，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，是不是？我给你证据那天，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！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？你隐瞒什么呢？你顾忌什么呢？怎么就不能老老实实的？哥，你回来就慌慌张张的，你们开会聊什么了呀？好，赶紧跑，我知道太多了。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，哥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陈胜龙这孙子拿我当炮灰呢。行了，不拿了。行，拿着。来，这点拿着自己花去。不是，哥，你拿着。哎，我不要，听我的，你也找个地方多2天去，安顿好了，到时候联系你啊。来不及了，不是，先走了。哥，哎呀，你是不是想多了？你有没有可能你把你……
哎呦，王总，这么晚了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哪儿也不去。哼，陈总叫你过去。下来吧！别快跑，别让我说下来！别逼我上来是吧？老岳，洪亮，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。东平啊，是个小城市，人际关系复杂，盘根错节的。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，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。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你就说这孙飞，他怎么上来的，你还不清楚吗？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，工作10年，有的工作20年，还有的像我一样，工作了30年，都快退休了。你说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，这不可能。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，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，恐怕也不可能。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，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，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。张主任，张主任，又熬夜了，那个外头有人找您。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，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，请你继续相信司法，相信自己，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，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、陈有才、钱波、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。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、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，暴力威胁贿买他人作伪证，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。同志们，立刻行动！
下工作啊。程子健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小万总，秋姨，好久没见了。我来取我们家的公章，给我。这不合适吧？你跟王总说了吗？姨，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？万总之前对我是不错，可这是两码事儿，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。谁？只要王总同意，我没意见。只要法院没判，这个货运站还是我们万家的。爷，我爸从小教过我一个道理：不能打女人，别逼我。给我一拿我！行。你干什么？不能这样！小子，别管你们，走。都瞅着啥呢？王总，他们抢了公章。拿出来，拿过来！哎，我说你小子他妈抢东西还抢到我这儿来了呢！这他妈谁呀？这不我万家之前的看门狗王玉吗？王玉是你家的？告诉你，王玉，这地方是我家，法院没判。常事，常事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把人跟公证都给我扣去。文件呢？上啊！这个雷光发呀，真是恨死人了！他怎么没把自己烧了呢？平时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，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，还经常耽误工作。管理面早就想处理他了。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？没，那你打个7块8块，那也不能算赌博呀。你再说我没老婆孩子呀，我不喝酒不打牌，你让我干啥去？好好说话。这。昨天晚上打牌的时候，喝了吗？喝了，那一顿也不能落呀。我今天到管理区的时候，我还有点晕乎呢。然后他撞完之后乱七八糟，我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推的是几号车。
打坏我的东西，得给我赔。是，这都关起来了。李姐，出事了！李姐，你看看，这叫什么事儿嘛？一声招呼不打，这人说走就走了，这肯定是洪亮的主意。这个洪亮太过分了，他问你要手机那样，啊，你看到了吗？明摆着，对咱们不信任，都到达什么地步了？老乔的尸体被误烧，跟咱们有关系吗？咱们到殡仪馆，也就20分钟的时间，他的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？这不胡扯淡吗？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了，他告诉你怎么了？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？李姐，他不光抢你的手机，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。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，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！你去到东滨宾馆，把他们请回来吧。什么？我说把他们请回来。我不去，他们爱回来不回来。李姐，我倒是觉得，我要是你，我现在就给省院打电话，让省院的张检知道这个指导小组工作能力这么低，工作态度这么差。行了，老谢。去把他们请回来。要是他们都回来了，那你也别回来，直到他们回来为止。行，行，我去请他们。啊，可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他凭什么检查你的手机啊？可关键是你还给。没事没事没事啊，不是玩儿，这什么情况？这是老张，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。这人你见过吗？雷光发，他恨不得住我这地方。他犯啥事儿了？把你们这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。电脑坏了，这监控就一直没修呢。小金啊，咱俩分工一下呗。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，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，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的。我去查查其他车，好吧？好嘞，好嘞。你心里有底不？你确定他不会突破吗？这人谁？
星子，我一兄弟。找你什么事儿？给你送的什么？是不是钱？他给打牌欠我钱，他说这凑齐了，这给我来还上。先给你2万，帮我捎回人。赶紧回去上班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放心，我会烧成灰。一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。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。你有钱之后，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。你要么你这东西也没有挑日子还的，是吧？那个雷广发，你心里有底不？你确定他不会土匪吗？钱我给了，赌债我也帮他还了，而且他在里面撂，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他赶得溜。现在还想活吗？你给了多少钱？2万。抠搜我这2万块钱能干啥呀？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？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？你说，就他那样型的，给的多了倒生事。再说，时间那么紧，能弄明白不错。整明白了吗？咋的？觉得我办事有毛病是吧？你行你来，不让问呢？轮着你问了。问你咋的？你说咋的啊？不动手啊？事儿办不明白，脾气挺大。你能办？我给你钱，10万、20万、30万，你给我送进去，把人捞出来，你办？可以，拿来。你俩是不是有点赛脸？你要咬人呐？啊？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？咋盯的呀？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？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？盯不了啊！哎，那边要是没打电话，告诉我们要2次尸检，你们咋办呢？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？乔仁兴就不是自杀了。望海就不是黑社会了，谁是黑社会啊？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！还得是我。忙活3年了。马上要见着光了啊！闹这么一出啊，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，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。你们倒是忙活了，不是安监控啊，就是跟踪啊，结果呢，
怎么？金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？那乔仁静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2次尸检了？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？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？鱼缸是砸了，可里面的水呢？他妈指导组不查啊！尸体处理了，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？啊！脑子都怎么长的呀？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？啊！不少了。手两劲等我。往好不好我说才有啥用？消消气。吃饭。啥事都没吃饭重要。动筷子。吃啊。不吃了更不高兴。快吃。来。等这段时间过去以后，找机会请老谢、孙局吃个饭。该敬的礼数还得敬。明白。经过调查，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，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。你看，他俩都承认，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的那一刻发生碰撞，应该就是这一刻把尸体就给搞毁了。但是，哎呀，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，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。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，停尸房没监控。不过，雷广发和张爽两个人也都交代，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，工作量大，两个人在搬运尸体的这个过程中都有点心急，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了。许军，哦，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？查了，张爽为人比较简单，就是口碑也不错，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。雷广发他爱赌钱，然后有酒瘾，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，还有他的银行账户。你没发现什么异常？就这么寸？你寸到家了？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，局长，您帮着把把关。怎么还有别的分务？没了。那就这样。那您先忙着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啊。来了。
儿见了面呢，你主说，我附和。明白，控制情绪，搂着点。哎，你好，先生，请问你们找谁？我们找指导组。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，需要提前预约。都不接。喂，李姐，到了吗？啊，我们到了。到是到了。人家闭门不见，打电话也不接呀。等，就在那儿等着。好。没打招呼就来了，有事儿啊？啊，老乔啊，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，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，可是后来想了想，还是过来一下，当面给你瞧瞧。分局那边啊，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，得出来的结论呢，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，这个尸体啊误烧。老许，你别给我说这个，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信吗？哎，你说这火葬场每年误烧几个人，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？这个分局的人啊，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，得出来的结论呢，确实是误烧。那你让我怎么交代？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？人家说要2次尸检，你尸体就误烧了。洪亮从火葬场出来，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，我在这去请人，连见都不见。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，我怎么交代？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？他们什么意思？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。老许，你就给我交个底儿，这东西，你信吗？我，这得多不信任你们，人家才搬走呢。弄出事儿来了，让我来刷脸来了。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，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？尸体误烧这事一出，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。还想说清？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！你不想想，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2次尸检？这倒好，要拉尸体了，哎，又来了个误烧，你说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你看吧。行了，放。
饭场，我就太给你脸了，还嘚瑟吧？认不认怂？你每次跟我说话，你看，王宇，要说你就弄死我。站起来！你说你都多大了，还学人打打杀杀的，还弄个儿子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爸没教好你，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。去蛋！王宇！我爸当年帮过你，要没有我爸，你现在连那条狗都不如，还在街上捡垃圾，对，忘恩负义。你这不是趁我病要我命吗？我给你出个主意哈，如果你答应，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，我给你开工资，日常经营我不干涉。还有哈，以后你要有那本事，做大做强了，我再给你点股份，我够意思吧？你是不是现金？你跟张文清说，按我意思草你份合同，来合个影吧。啊，对，留个纪念。行，来，1、2。我想了一下，你说的对。当年你爸呀，确实算是帮过我。你爸现在又在里头了，你又这么难，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今天给你2500万，你跟你爸说一下，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，就完事儿了，好不好？王宇，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，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，没门儿。只要我在一天，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。干嘛呀？拿这个吓唬我？来，我试试，你敢不敢弄死我？给我嘴硬！来，给他拍个视频。拍个视频，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，你好好说啊。爹，你儿子我还扛得住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，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。爹，出来以后把我弄死王宇他丫的，弄死他！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儿你？我现在啊，全靠这小饮料吊着。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。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，你换一换吧。王老师，您说，一般这种情况，我们还要等多久啊？这领导办事儿啊，是要讲程序，就是说要走流程。等一等吧。要不你去问问。二位组长，孙专委还没给回信吗？这是你该操心的吗？我们都还没急呢，你急什么呀？哎，3天了，还要继续等下去吗？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。你向孙专委请示的时候，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？
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，看起来还挺贵。我等不下去了，再别去了。我怎么觉得这车里边坐的好像是个女司机？我跟你说正经的了。我也正正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了。我给专委汇报完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。我理解的等着就是让咱们先耗着。耗着？你们是一部办案都这么耗着吗？你们一部办案没耗吗？我们不耗着，我们一部不这么耗着。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的，我不行，我还得继续干呢。我告诉你，洪亮，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，出任何问题你要全部负责任。于是组长，我就是副组长，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，让您首肯了，您判断，您做的决定，你当然表扬我。你这个人，我真……您自己处理吧。哎，这不能多说。今天第3个了。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？你看我在意过吗？哎，组长，你解释解释。李姐，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，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，现在还没给答复。谢主任，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，怎么指导小组一来，处处都有毛病？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？李姐，您先别生气。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，确实比咱们市里要高出不少啊！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？哎，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？签个字看一遍，这事儿就算完了？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，谢主任。李姐，您也说的对。其实呢，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，它证明不了什么。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，不是伪造，是真的。还有口供可以证明，他教唆证人做伪证，替万海开脱罪行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，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呀。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，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。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？那这样吧，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提出来，单独审查。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，没有问题，依然可以起诉。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？怎么向上级交代？怎么向社会交代？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，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。张文京态度反复，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。老谢，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2个字儿。李姐，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，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2年多来的努力，您放心。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，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怎么了？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，没事啊，稳定点啊，没事没事。别把事情搞大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解释行吗？你想干啥？首先第一点啊，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。第二点，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，还威胁人家，你跑到这儿就跟我说这个呀？你赶紧去救他！你弟弟万火也来找我，让我去给王玉说说好话。你说我该不该去？
跟你去。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，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，你应该了解我吧？我明白了，我是黑社会，永远是。我现在就去。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，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。哎，哎呀，说子健，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？怎么当成保姆了呢？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！啊！王总，出气，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，别惹事儿。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了，你跟他计较什么呀？哎，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，这样的万家人呢，他能把这嘴给我闭上，不是吗？我明白，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这事儿吧，做得有点过了。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。哎，王总，你看吧，哎，你这不也写了吗？合作共赢，咱得合作呀，对吧？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，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。有任何事儿呢，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，啊！我就觉着呢，你们对这万家人啊，太客气了，还给他搞什么减刑？这要搁着我，哎，我要弄，就弄彻底。但是王总，我得提醒你，到目前为止，就这个集散中心，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，所以啊。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，他是抢啊！这地方是我的，他敢抢吗？他那天报警了，警察来了，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？如果我把他放了，他再过来闹事儿，你管呀？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，万海他判不了，他根本过不了户，他现在归你了，所有的收益都是你。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？都已经花力气，还在乎我这点吗？我等多久了？3年了，让我办的事儿，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？陈总一手遮天呀，啊，上通天，下通地，我这点事儿，动动嘴皮子就给我办了呀，完了吗？是。哎呀，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。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。来，哎，你过来，你看看外头，啊，我外面有8条铁轨，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。你们多大产业？我这鸡毛蒜皮的事儿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，王月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。想让我放人是吧？行，你让那个万活过来跟我道个歉，把砸我的东西都给我赔了，也没多少钱，也就100万。100万？你疯了吧？哎，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？你把脑子垫坏了呀？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？别说100万了，连1万都拿不出来，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。要么这样，你让陈总想想办法，只要万海把货运站过给我了，我就放人。把我信。
各位领导，有什么需要，我可以帮到各位。最近见过望海吗？原来打算是要见的，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啊，真的太多了，这个准没去成。有个问题，我上次就想问，你是怎么成为望海的辩护律师的？其实，是他找的我。不过你也知道啊，东平吧，也就这么点大，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。程律师，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，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，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做律师？哎呦，其实，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，每次开庭啊，我都对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，我想知道，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，我们的难点在哪吗？他会怎么跟我辩？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？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，就收不住了。所以呢，我也想借这个想法，走出这个体制，推自己一把，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。当然了，也许在你们看来，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，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，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嘛。只要我的热爱没变，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。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？万海案之前认识吗？谢鸿飞主任认识，但真的不熟。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，大家也都知道他。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。哟，哎，洪亮，老张，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好啊，早就该回来。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，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？哦，对了，郑主任怎么没来？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？哎呦，你们可是真辛苦啊！本来呢，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。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，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，没看出来。当时啊，鉴定量大，又没有仔细做，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，要求他们纠正整改。啊，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，因为一个能力不足，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，你这坑人的吗？是啊，其实啊，这件事呢，我也有责任。李检呢已经严厉的批评我，管一下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实事求是嘛。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。学学老同志，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。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，哎，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。哎，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，谁伪造的？伪造干嘛？就这个事儿，咱是不是还得接着查呀？是要查，必须要查。我们办案组啊，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，啊。这是会议纪要。哦，哎，你们这个反应速度，还是挺快的，应该的嘛。我们觉得呀，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。他呢，就是想靠这招啊，减轻对他的量刑。哎呦，啊，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，进一步的侦查，一旦有结果，马上会通知你们。辛苦老谢，不辛苦应该的嘛。
那我没别的事儿，我那还有个会。哦小张，行，你忙啊。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？每天早上，乔振兴告别会，您几点到的呀？我大概比你早到7、8分钟吧。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？我们俩前后脚到。您当时走的是哪条？没完了是吧？为了那通电话，过不去了是吧？这个月的12号，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。你们聊了些什么？打了电话呀？有吗？有。12号早上。喂。省院要进行2次尸检。啥事件啊？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。什么时候啊？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，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我知道了，我来处理。通话时长56秒。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。你再仔细想想。孟良，咱们俩认识60多年了吧？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，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好，那天当着面检查李简的电话，并且对我都那样了，我觉得有点过。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啊！不是，我关起门来，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。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，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，单独。我跟您道歉。哎，不用不用，你听我说我们仨，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市院的那天开始，前面是您带的，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。哎，不，长大谈不上，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。所以，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，我的好哥们儿、好战友、好兄弟。走了，要送一程，最后一面还没见着，人就给烧了，还是被错烧，所以我当时崩溃了，我逮谁就冲谁来了，我要找一个发泄口，我要宣泄出来，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。不说了，洪亮，有你这番话，咱俩就算翻篇了。我一句废话啊，你说。我真不是不尊重你，我更不是不相信你，我就是不相信程子健。12号，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。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？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你，而且我也是知道的。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，这个规矩我懂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